師哥，你揾我啊？閂門啊！有人喺評論區發張相，好彩我睇到即刻刪咗。呢張相我影咗好耐㗎啦，我都係影嚟玩下㗎咋，實係希哥靜靜雞偷拍我啦。影你嘅諾基亞1020係一部，相裏邊嘅三星 S4 Zoom 係一部，櫃桶裏邊嘅 HTC Evo 3D 係一部，你都玩得幾花㗎喎！想影 3D 視頻？嗰部 Evo 3D 只不過……我冇興趣聽你點樣集郵，你講。你究竟仲收埋幾多古董影相手機？買埋晒啲 cheap 嘢，俾人知道好丟架㗎嘛！冇啦，真係冇啦！試過呢張相一定唔可以俾大家知道㗎。哼！要爆你大鑊，我一早爆咗啦。啱好有個秘密項目，係最新嘅小米17 Ultra， 聽講佢相機系統嘅重大升級，今次就益你啦！限你1個星期玩明白，跟住出視頻。加班同我砌掂佢。知道。科技有溫度，吐槽有風度，測評很鬼畜。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放的黑絲科技，我是師姐綿羊。小米今年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手機。Redmi K90 Pro Max 塞進1620超線性揚聲器，帶來越級的低音體驗。小米17 Pro 系列引入了背屏，看似用處不大的第二塊屏幕卻意外火爆。各種用法、各種痛機被用戶挖掘出來，看來今年小米整活有一手。那麼接下來的 Ultra 系列也打算整活嗎？在手機的什麼地方整？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期的小米17 Ultra 的視頻吧。我們先來聊聊大家最關心的影像。就如大家所見，今年的小米17 Ultra 只有3顆後置攝像頭，上代小米15 Ultra 可是4攝，被砍掉的是70毫米浮動長焦鏡頭，稍微有點可惜。那個鏡頭給師姐的印象還是不錯的，它有合適的中長焦視角、不錯的微距能力以及圓潤的焦外光斑，在影像旗艦手機裡面是獨一無二的賣點。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小米17 Ultra 的潛望長焦鏡頭做了重大革新，它居然是一顆等效75到100毫米、光圈 f2.39 到 f2.96 的連續光學變焦長焦鏡頭。所謂光學變焦，就是從75到100毫米範圍內都沒有數碼裁切，不會損失傳感器面積和像素，而且用的還是備受好評的2億像素，1.4英寸大底傳感器。變焦加大底放在機圈裡還是挺夢幻的組合。這顆鏡頭廣角端等效75毫米，接替上代的70毫米浮動長焦的定位，也提高了長焦鏡頭的使用率。長焦端到100毫米，對比主流的3倍長焦，還能有更極限望遠能力，是用一顆鏡頭頂之前2顆鏡頭的設計。聽起來想法很美好，那為什麼市面上幾乎沒有搭載連續光學變焦的手機？那是因為變焦這個功能大幅提高鏡片的複雜程度，會佔據手機內部的大量空間，這跟手機所追求的便攜是衝突的。權衡之下，變焦鏡頭的光圈和傳感器面積只能妥協，選用更小的。雪上加霜的是，變焦的畫質通常不如定焦那麼銳利，最終的效果可能是花了更多成本，成像結果卻打不過，甚至是追不上定焦的數碼裁剪，吃力且不討好。比如以前體驗過的索尼 Xperia EV， 它的長焦鏡頭也支持光學變焦，但畫質會差一些，變焦後打不過現在的大底長焦數碼裁切。不過技術在改進，經過這幾天的使用，小米17 Ultra 的長焦鏡頭成像素質徹底打消了我的疑慮。首先，它的解析力無論是廣角端還是長焦端都很不錯，幾乎沒有發虛、殘影等畫質劣化問題。開啟2億像素，細節豐富，100%放大後會有點油畫感，但這個表現已經比較不錯了。畢竟思琪仔細看過主攝2億像素100%放大的樣子，也是有明顯的油畫感。那麼說，小米17 Ultra 的光學變焦長焦鏡頭的解析力算是出乎意料咯。暗光環境下，畫面還是能 hold 得住。鏡頭使用消色差設計，細節處理柔和自然，混法比較適合不喜歡數碼感的朋友。這顆鏡頭在錄像的時候也支持光學變焦功能。或許有朋友會問到，75到100毫米的變焦範圍夠不夠用？它當然不如2顆鏡頭那樣有明顯的焦段差異。可以理解的是，手機如果做大變焦，畫質和體積會失控。
在目前技術條件下，做75到100毫米的變焦範圍，可能是小米給出的最優解了。75毫米和100毫米的樣片放這裡，視角區別不算大，但也不算小。總的來說，變焦還是很有用的。小米在長焦中間塞進85毫米人像焦段和徠卡鏡頭比較有特色的90毫米焦段，滿足完攝影朋友的挑剔要求，這點做的挺細緻的。至於更遠的數碼變焦，雖然這裡可以看出畫面沒有原生焦段那麼扎實，但依然有很不錯的可用度。繼續數碼裁切，細節也是旗艦長焦裡的第一梯隊，跟頂級長焦很接近了。另外大家關心的微距能力，這顆鏡頭最近對焦距離30厘米左右，比主流長焦遠一點，拍突出的主體沒問題。想要放得更大，就點8.6倍的裁切吧。主攝這邊，小米17 Ultra 搭載新的光影獵人 1050L 傳感器，還有1英寸傳感器面積，光圈 f1.67 也挺大的，大底大光圈還是挺強的。光影獵人 1050L 支持 LOFIX 高動態範圍技術，實際拍攝的照片高光部分不僅不過曝，還能保持細膩柔和的質感，這點跟小米17 Pro Max 的表現類似。在逆光或者是要高動態範圍的場景裡更容易出片，是手機裡數一數二的水平。光影獵人 1050L 的改進是在 4K 60幀的視頻下 ，LOFIX 依然生效，實用程度進一步提高。即使在昏暗環境下，依然能夠拍出亮度和細節都不錯的畫面。思姐覺得目前的版本存在輕微的塗抹感和銳化痕跡，這不利於還原高頻細節和體現物體質感。後續或許有升級版固件優化，這樣才能發揮出1英寸大底傳感器該有的細膩扎實的成像質感。超廣角這邊 JN5是小米常用的傳感器了，調教成熟，接着用也無妨。鏡頭支持自動對焦，白天解析力比較不錯，成像是手機裡比較靠前的水平。到了晚上也能保留不少細節，算法給力，除了極暗場景外，基本都能夠應付過來。當然啦，思姐還是希望把超廣角提升到1/2英寸的水平，把最後的短板彌補一些，達成3主攝的目標。前置攝像頭支持自動對焦，自拍效果留給大家評判啦。簡單總結，小米17 Ultra 的成片質量，支持光學變焦的大底長焦鏡頭的硬件配置，在手機圈裡是獨一份的，完成度很高，成像質量和調教算法都不錯。除了微距稍遠之外，沒什麼問題。1英寸主攝依然很強，但有一點優化的空間。超廣角發揮穩定，手機拍攝夜景表現出色，沒什麼噪點，又沒什麼明顯的塗抹，平衡得很好。其他方面，小米17 Ultra 支持拍攝後期調整空間更大的高像素 Ultra RAW 照片、Log 視頻，這些依然是加分項。徠卡經典和徠卡生動濾鏡都好用，其中徠卡經典似乎有了新的變化，發色和細節處理都更還原真實。小米延遲少，成片快，照片色彩不過於飽和，細節不失真的優點得以延續。它可能不是朋友圈的戰神，但會是很好的拍照記錄工具。外觀方面，小米17 Ultra 的外形變得更加簡潔了。思姐手上這台是綠色，顏色比較深，表面帶有細閃的質感。相機模組附近有徠卡標和 Ultra 標，整體看上去挺有高級感的。相機模組下半部分做了鋸齒切削的紋理，進一步凸顯影像旗艦的辨識度。大家手裡沒有趁手的工具，可以拿它用來磨指甲。靠近外側的部分改成光滑切面，不會刮手或者刮蹭到其他東西。相機模組凸起高度5到6毫米左右。圓環的直徑也縮小了一點，握持時沒那麼頂手。手機的中框比較厚實，拿着挺穩當的。和背板的銜接位置做了輕微的圓角處理，避免硌手的情況。側邊的音量鍵變化很大，改成了圓形設計，有點像 iPhone 4到5的感覺，看着還挺精緻的。按鍵手感沒有問題，不過因為音量鍵的面積偏小，一根手指就能完全蓋住。如果你的手指沒有準確壓住音量鍵，壓力就容易被邊框分散，導致要用更大的力氣才能按下去，只要在使用的過程當中找感覺適應一下。屏幕這邊用的是和小米17 Pro Max 的同款屏幕，大圓角窄邊框直屏，正面的顏值還挺給力的。屏幕子像素採用 RGB 排列，而不是 Petaled 排列，沒有折損。屏幕分辨率2608×1200，看起來比同分辨率的 AMOLED 屏幕更銳利，細膩度能摸一下 2K 的 AMOLED 屏的屁股。由於系統和硬件不需要以 2K 的分辨率運行，加上優化發光效率的顯示基材，
最終實現降低屏幕功耗、提升手機續航的目的。屏幕亮度手動最高680尼特，激發最高1182尼特。護眼方面，屏幕支持全亮度類 DC 調光或2160赫茲高頻 PWM 調光，可視角度不錯，低角度下只有很輕微的偏藍。就外觀來說，小米17 Ultra 大體變得更加簡潔，細節變得更加耐看。這個綠色有個性，但又保持恰到好處的內斂，手感硬朗，拿着有分量，但握持感還算不錯。縮小攝像頭模組是不錯的方向，可以給個好評。音量鍵有設計感，但需要適應一下。那麼滿分10分，你會給小米17 Ultra 的外觀給多少分呢？性能方面，手機搭載了第5代驍龍8 Elite， 內存和閃存也給到了頂級的 LPDDR5X 和 UFS 4.1 規格。散熱方面搭載了性能更出色的 VC 均熱板，手機的電池升級到了6800毫安時，實際續航我們在後面的環節再點評。使用性能狗測試，原神這邊幀率全程穩定，1% low 幀也有52幀，遊戲功耗是4.17瓦，機身最高溫度43度，表現很正常。壓力更高的星穹鐵道黃金的時刻，平均幀率有59.5幀 ，low 幀35.1，畫面基本流暢，遊戲平均功耗6.16瓦。机身最高溫度來到50度上下，手感最熱的地方是屏幕中上的位置，有點熱，但能繼續玩下去。畢竟這是一款影像旗艦，能流暢運行高壓的星鐵。機身溫度有點熱，但幀數全程沒掉，遊戲功耗也不算高。自己覺得小米17 Ultra 的表現符合預期，玩遊戲它很夠用，而且我也不會用影像旗艦去做遊戲主力機。續航方面，6800毫安時電池比較能扛，使用1天沒壓力。電池能量密度提升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小屏手機和堆料的拍照旗艦手機。雖然不如高性能手機那樣盡情撒歡，但能做到大部分情況下放心用也不錯。手機支持90瓦有線快充和50瓦無線充電，有線30分鐘，充77%，充滿需要50分鐘。按照旗艦機不會用大體積的馬達，大家理解萬歲。小米17 Ultra 的 X 軸線性馬達的實際表現還算不錯，有一定量的震感，且沒有彈簧餘震。再加上澎湃 OS 繼承了米 UI 有豐富的震動場景，馬達這塊算是小米17 Ultra 的加分項了。揚聲器這邊，手機頂部採用微縫聽筒，底部揚聲器開孔數量多，大家可以戴上耳機來聽一聽外放音質。小米今年給人的感覺像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Redmi K90多了 Pro Max 的版本，標準版 K90縮小屏幕尺寸，變成中屏手機。小米17拆分出標準版和有背屏的 Pro 版。本應在明年2到3月份才發布的小米17 Ultra， 趕在今年年末發布，節奏明顯加快，確實多少有點出乎意料。春節檔的旗艦手機市場可能會是蘋果、華為和小米的競技場。在手機同質化的情況下，小米整活還是有一手的。小米17 Ultra 也不例外，長焦把光學變焦和大底傳感器整合在一起，同時基本解決了變焦競組畫質劣化的問題。除了微距能力稍顯不足，其他地方都不錯。保留1英寸主攝，讓手機有繼承影像旗艦的實力。主攝提高動態範圍也是符合大趨勢的改進。思姐比較喜歡的是小米17 Ultra 不會給照片加重口味的調料，色彩和細節看着自然。希望小米能夠繼續保持，手機的夜景表現也比較出色。當然啦，這次小米17 Ultra 提前發布，多少有點趕工的痕跡，比如主攝算法有繼續打磨的空間。後續推出塗膜感更輕的版本就更好了。小米17 Ultra 還有專業攝影套裝，主要作用是握把和實體按鈕提升拍照體驗。
支持加裝通用的67毫米濾鏡。不同的是，这代手柄額外增加了變焦撥桿，方便調節畫面變焦，真有用上電動變焦頭的感覺。小米17 Ultra 的設計思路是用1顆鏡頭頂替之前的2顆鏡頭，盡量在拍照能力、體積控制和整活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機身外觀捨棄部分仿相機 ID 設計，往更商務的風格靠攏。電池揚聲器的持續優化，讓這台影像旗艦的日常變得更加好用。這可能是故意精準卡位，吸引需要大屏但對背屏不感冒的米粉用戶。那麼問題來了，小米15 Ultra 和小米17 Ultra 選哪一個比較好呢？如果你對性能和續航沒有過高要求，小米15 Ultra 是比較好的選擇。後置4攝不僅有1英寸大底，也有2億的大底長焦，它的拍照性能依然頂級。如果你想體驗手機的光學變焦，那麼小米17 Ultra 能夠給你能變焦且畫質好的體驗，目前來說也是獨一份。當前市面上也只有它能夠給到這樣的體驗。好了，本期小米17 Ultra 的測評就到這裡。降價1000的小米15 Ultra 和新款小米17 Ultra 選哪一個呢？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區留言討論。卑微師姐在線求點讚、求關注、求轉發，謝謝各位紳士能夠看到最後，我們下期再見，拜拜。